如果你在河边洗手，突然在水里看到一块闪闪发光的金子，你会怎么办呢？你的第一反应应该是不太敢相信吧，然后呢又会偷偷藏起来。在1848年的美国，一个叫 James 的普通木匠真的遇到了这样的事儿，而且他当时绝对想不到这块黄金不仅会让整个美国陷入疯狂，甚至会改变世界金融格局。今天大白就带大家回到1848年的加州，看一下那场著名的淘金热到底是怎样发生的。1848年1月24日，在加州的一条小河旁边，一个木匠正在修水渠，他的名字叫 James W. Marshall。 那天早上，他在水里发现了一块金黄色的石头。 Marshall 把石头捡起来，用刀刮了一下，没有碎，没有变形，颜色金黄。他很快意识到这可能是黄金。 Marshall 立刻骑马去找他的老板 John Sutter。 在加州拥有大片的土地，他原本计划是在这里建一个农业帝国，但当他确认这一块确实是黄金的时候，他的第一反应不是高兴，而是害怕。原因很简单，如果消息传了出去，大量的淘金者就会涌入他的土地，到时候不仅农业计划会被毁掉，甚至他连自己的土地控制权都保不住。于是两个人决定把这件事保密。我们都知道，一般越想保密的事情，就越容易保不住。就在几周之后，消息传到了旧金山，然后事情就开始失控了。1849年，美国历史上最疯狂的一次人口迁徙开始了。历史上把这些人称为 49ers， 49年的淘金者。他们来自世界各地，美国东海岸、南美洲、欧洲，甚至中国。短短几年时间内，就有超过30万人涌进了加州。要知道，当时整个美国的人口也大概就只有2000万。换句话来说，每60个美国人就有1个人跑去了淘金。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失去理智呢？因为当时到处都传播着一夜暴富的故事，有人一天就挖到了价值几千美元的金块，而在那个年代，这相当于普通人几十年的收入。于是很多人做出了非常激进的决定，农民卖掉土地，水手离开船只，银行职员辞掉了工作，所有人都相信同一件事，只要去加州就能发财。但故事很美好，现实往往都是残酷的。在30万的淘金者中，真正发大财的人非常的少，很多人辛苦几个月只找到了一点点金子，还有不少人是死在矿区。真正赚到钱的人其实是另一群人，那些不挖金子的人，比如卖工具的、卖食物的、开旅馆的、搞运输的。其中有一个名字你一定听过， Levi Strauss。 他最初来到加州其实就是个商人，后来他发现了一个问题，矿工的裤子很容易磨破，于是他就用后帆布做了一种非常耐磨的裤子，结果这种裤子特别好卖，这就是后来全球知名品牌 Levi's 牛仔裤的起源。很多矿工辛辛苦苦挖出来的黄金，最终都花在了这些商人的身上。所以在淘金热里，一个非常典型的规律就出现了，挖金子的人不一定赚钱，但卖铲子的人往往赚钱。把这个逻辑放到今天，比比皆是。就像现在火遍全球的 AI， 第一批赚钱的其实都是卖铲子的人。很多投资热潮里面，真正赚钱的未必是参与者，而是提供工具和平台的人。淘金热带来的影响不仅是个人财富，它还改变了整个美国西部。在发现黄金之前， San Francisco 旧金山只是一个人口不到800人的小港口，但是到了1852年，人口已经超过了3万。短短几年时间内，城市迅速扩张，贸易快速增长，银行开始建立，铁路开始修建，加州逐渐成为美国最有活力的经济区域之一。淘金热还有一个更深远的影响，那就是黄金储备的增加。在19世纪，世界主要使用的是 gold standard 金本位制。简单来说，货币发行需要黄金作为基础。当加州大量黄金进入美国银行系统时，就发生了一件事，货币供应增加了，银行可以发行更多的货币，企业更容易获得贷款。
资本开始投资铁路、工业和贸易。换句话来说，淘金热不仅带来了财富，也带来了大量的流动性，这对美国经济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很多历史学家都认为，这些黄金帮助了美国完成早期的工业化积累。几十年后，美国逐渐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，而这一切最早可以追溯到1848年那块被木匠捡起来的黄金。我们回头看这段历史，其实有2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。第一，人们总是容易被一夜暴富的故事所吸引。第二，真正赚钱的往往是那些提供工具和服务的人。1848年的淘金热本质上不仅是一场财富狂潮，也是一堂关于资本运作的真实课程。历史其实经常会重复。今天，当很多国家重新增加黄金储备的时候，也有人在讨论一个问题：黄金在未来的金融体系里会不会再次扮演重要角色呢？如果你也喜欢这种用历史故事了解财经逻辑的内容，记得关注大白，下一期我们会讲一个更戏剧性的故事。1933年，美国政府突然宣布私人持有黄金违法，这谁的手里没有点黄金啊？这究竟是吓唬人还是真有其事呢？我是大白，我们下一期见。